玉婉，当初你长姐是为了你，才放弃与我们江家的婚事，她是想让你得到幸福。如今她被贼人戕害，怀上孩子，难道你我能不管吗？她毕竟是你的姐姐。我是在3天前重生的，上辈子的事如同一场潮湿的噩梦，而今晚我终于到达了这场噩梦的起始点。玉婉，你魂不守舍的嘀咕什么呢？新婚2个月，夫君连我的房门都懒得进，如今为了长姐，倒是这般舍得屈尊了。我知道你一向误会你长姐，可这是生死攸关的事，你就别再小心眼了吧。夫君，救！你非要这样绝情吗？连咱们这样的至亲都不帮他，你是要他去死吗？你这样未免太没有良。夫君说的对，夫君都不介意给别的男人养孩子，我自然更是不介意了。既然夫君开口了，就让底下人准备一下，过2天就让他入府吧。过2天就入府，这未免太仓促了。好歹是平妻，也该好生准备，昭告亲友，好好操办，才不算委屈了芊芊。夫君要是觉得他肚子里的孩子等得起，倒是也可以准备个1年半载，风光大办一场。林玉涵肚子里的孩子都2个多月了，再耽误恐怕就要显怀了。好，那也只能这么办了，还要劳烦你帮他打扫个院落出来，她毕竟怀有身孕，得收拾得舒舒服服的才好入住。夫人，您怎么就答应了？那林芊芊如今怀了别的男人的孩子，姑爷还要纳她当平妻，这分明是不把您放在眼里。依奴婢看，咱们干脆直接和离算了。和离？我和江培成婚才不到2个月，这时候和离，无论原因是什么，传出去都会变成我的不对，到时候只怕连累了族中其他姐妹的婚事。那难道就这么忍气吞声？和离的事不急。夫人，且再等一等，等看完这场好戏再走也不迟。动作都麻利点儿，那可是极品血燕，火候千万得掌握好。要是让我动了胎气，你们这群婢子担待得起吗？哎呀，玉婉妹妹，快进来坐。当初为了妹妹的幸福，我把江家这门好亲事让给妹妹。不想有朝一日，咱们还是在江府里相聚，平起平坐了。不过等我生下嫡长子啊，只怕还要压过妹妹一头，妹妹可千万不要介意。我倒是替姐姐可惜呢，要不是姐姐当初嫌弃江家门楣太低，想攀上越王府却又没能攀上，也不至于耽误到今天，连孩子都怀上了，才不得不屈就江府。我也知道是我抢了你的夫君，你看不惯我是应该的，我也没脸在这里待，等生下孩子，我马上走。怎么会？能看到你们和孩子一家3口和和乐乐，我也很高兴。早就叫你放心了，玉婉不是这么小心心的人。不过姐姐，这孩子的亲生父亲该不会有朝一日找上门来，想认回自己的亲骨肉吧？他要是个没权没势的也就罢了，要是个有权势的，只怕我们江府吃责不起呢。这里也没有外人，你不妨同我和夫君透个底，那男人到底是谁啊？我是被贼人戕害的，我真的不知道那人是谁。这是你长姐的伤心事，以后不要再提了。
这孩子就是我的亲生骨肉，我绝不许任何人轻慢他们母子。行啊，夫君乐意就好。夫人，劳修已按您的吩咐，每2日为林夫人把一次平安脉。夫人送去的百年人参极品血燕皆是稀世珍品，林夫人的胎相极其稳固，腹中胎儿更是长势几人呐。有劳大夫了，务必继续用最好的药材日日滋补，绝不能让长姐和胎儿有半分亏损，银钱不是问题。小少爷这病根是在娘胎里落下的。大夫，此话怎讲？夫人怀胎之时，成日里忧思恐恐，动辄大怒，又常常赌气不肯进膳，这致使胎儿在腹中便营养严重不足。如今这一场病，只怕小少爷连满月都活不过去啊！这一世，我可得帮他把胎儿养得白白胖胖的。你们都退下吧。玉婉，当初新婚夜，我心里惦记着芊芊，没能和你圆房，实在是对不住你。如今你能容芊芊在府中安顿，我们都很感激你。我想过了，我理当补偿你。等芊芊生下嫡长子，我定会给你一个太子。如果第一胎是女儿，那就再生一胎，直到生出儿子为止。当然，这得等到芊芊生产之后，否则我怕影响她的心情，伤了身体。我这边你不用管，你好好照顾长姐就是。玉婉，我没想到你这么大度，能娶到你是我的福气。我和芊芊商量过了，等孩子出生之后，要好好给孩子办一场满月宴，劳你操持一下。这孩子是我们国公府的嫡长子，一定要办得风光体面。大姑娘，您快瞧瞧这小少爷的眉毛。记住，今天你看到的一个字也不许往外送，更不许带小少爷去见客。你少在这里装出一副慈母的恶心模样。你若真疼我，为何从小到大把我锁在后院？为何京城里大大小小的宴会，你一次都不让我露面？不是的，你就是从未把我当做你的亲生孩子，我恨你！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满月宴当然得办，还要大办特办。当真？你愿意大办？那是自然。孩子在胎中养得好，等满月时候，估计已经白白胖胖，五官分明了，那才是最讨人喜欢、最好看的时候。对对对，夫人的话极有道理。到时候不仅要请族中亲戚，还要下一道帖子，把全京城的贵胄家眷都请来，尤其是越王府，听闻越王妃最是疼爱小辈，咱们定要把她请来做上仪。好，好，夫人想得周到，那这事儿就全权交托给夫人了。我这就去给芊芊报个喜，让她也高兴高兴。这辈子我再也不会帮他们遮掩一分一毫。芊芊，你再坚持一下！
妹妹，不好意思了，我这孩子占下了嫡长子的名头。你们是亲姐妹，你的孩子不就是玉婉的孩子？玉婉，你说是不是？江培还是这么的无耻，你们可真是抬举我了，我可生不出这样的好孩子。这孩子的满月宴也该准备起来了，姐姐好好休息，我就先去忙了。对，还是你想的周到，早些准备，切勿仓促了。我也算活了2辈子了，见过那么多人，就是没见过像江培这样上赶着当王八的。林玉生既然要这王八，那就让给他好了。给越王府的帖子，务必亲自送到越王妃的手里。是。江夫人，恭喜恭喜啊！听说府上添了白白胖胖的长孙，这满月宴办的真是气派，足见夫人宽厚贤良。多谢诸位夫人捧场。这宴席还没开场，咱们光在这儿坐着也无趣，不知咱们可有福气瞧瞧那孩子？是啊，听说是个白胖小子，国公府添丁，可是大喜事儿。诸位，想要先看看孩子的，这边请。见过越王妃，见过诸位夫人。这孩子能养在你膝下，长大了必定是个好孩子。瞧这孩子胖嘟嘟的，养得多好，定是你让丫鬟们悉心照顾了。这话倒是抬举我了。这1个月，我连看都懒得过来看一眼。母妃，她的眉毛为什么和我的眉毛长得一样？她和父王长得好像啊，是不是啊，母妃？哎呀，本夫人突然想起府中还有要事处理，今日这喜酒怕是喝不成了。是啊，我家老爷今日还要宴客，我得赶紧回去打理，先走一步。混账！这叫什么事儿？京城里有头有脸的贵眷，竟然在席面开场前走了个干净，杨家的脸都丢尽了。你这个当家主母是怎么当的？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母亲息怒，玉婉带诸位夫人去暖阁看孩子，谁知长姐不知哪句话说的不对，当场顶撞了越王妃。她本就是个没有分寸的东西，怀胎大妇进了我江家大门，要不是看她生下长孙，我早就把她打出去了。你怎么好让她去见人的？是媳妇儿的错，是媳妇儿没有拦着夫人们，才让长姐失言，气走了越王妃，请母亲责罚。下去吧。夫人，您刚才为什么不干脆把事情告诉老夫人？这种混淆血脉的大事，要是从我这个当主母的嘴里说出来，日后难免被人说我故意刻薄长姐。可夫人也不能白受委屈啊！借刀杀人，最要紧的便是借力打力。这把刀得让越王后亲自来递，懂了吗？芊芊，你看看，这是我特意命人去打的金珠，贺咱们儿子的满月之喜。夫君真是有心了。你瞧见没？
世子爷刚才亲自送了2头大金猪过来呢，那可值不少钱。那是自然。如今千夫人生下了嫡长子，以后府中谁做主就说不准了。动作快点，把这堵墙推倒，往外再拓宽5丈。这院子太小了，哪里配得上我儿嫡长子的身份？夫人说的是，如今小少爷可是全府的宝贝，等着院子翻新好了，瞧着比主母院子还气派呢。待我儿长大了，这国公府还不是我们母子说了算？真是反了天了！不过是个没名分的，倒摆起主母的谱来了。夫人，千夫人嫌院子小，把西面的围墙都推了，动静闹得全府皆知。今日天气不错。夫人，急什么？王爷，求您慈悲，这真的是您的骨肉啊！呸！像你这种想拿个来路不明的野种，故意赖上本王的女人，本王见多了，还让本王在本王活王八！啊！来人，把这个女人给本王拉出去！本王妃今日见过那孩子，那眉眼，那耳廓，哪里还能不知道？这10有8九就是越王的亲生骨肉。娘娘，这若是真的，那王爷岂不是有了后？越王那个老东西，做梦都想要个儿子。若让他知道自己在外面有了种，指不定要闹出多大动静，说不定还要把那个庶女迎进府来，封为侧妃。那娘娘的意思是，瞒着，给我死死的瞒着。只要那孩子进不了王府的门，他就永远是个来路不明的野种，休想动摇我女儿的分毫。老奴明白，老奴这就吩咐下去。这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？尤其是江府里还有我这么一个大窟窿在呢。夫人，外头出大事了！越王到我们府上来抢孩子了！终于来了。夫人，这好歹也是个王爷，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强闯国公府，连脸面都不要了。越王本就是个不顾脸面的东西，风流债多的2只手都数不过来。那就没人管他吗？管？谁管得了他？他早年间对圣上有过救驾之功，得了一块免死金牌。这些年干的坏事，3天3夜也数不清楚。什么国公府不国公府，如今不过是一具空壳子罢了。竟然敢扣下本王的亲儿子不放，你们是什么东西？告诉你们，这孩子本王今天要定了。你们江家愿意当活王八，我越王府可不会让亲生儿子流落在外。越王爷，这里是宁国公府，芊芊和张儿是我江培的妻子儿子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欺辱他们，更不允许任何人将他们从我身边带走。谁欺辱他们了？你口口声声说本王欺辱他，你问问这个什么芊芊，当初是不是他自己爬上本王的床？本王可有逼迫他半分，是你自己把个破玩意儿当宝贝捡回来。哈哈哈哈！芊芊，只要你带着孩子跟本王走，本王保你们下半辈子荣华富贵。快出来！只要芊芊不愿意，谁都不能带走他们母子俩。我愿意。王爷，你终于来了。
王爷，奴家等你等得好苦。有后了，我们越王府有后了。王爷，奴家拼了一条性命生下这孩子，也算是证明了奴家的清白。清白？这1年时间，奴家为了给王爷生下长子，不得已寄身江府，却一直守身如玉，并未失身。裴哥哥，大夫叮嘱过，奴家怀着这一胎本就怀得艰难，千万动不得胎气。是我不好，是我鲁莽了。芊芊，你好好养胎，都听你的。裴哥哥，奴家刚生完张儿，身子骨虚得厉害，实在不愿以这般不堪的身子侍奉你。你再等等奴家，好不好？傻丫头，我怎么会嫌弃你？好，等你养好了身子，咱们来日方长。原来他竟是在为越王守节。你真的要走？你对我就没有一丝真情吗？妹夫，我知你一直对我有意，可我既然跟了越王，绝不愿意再委身他人。我一直只把你当作妹夫而已。妹夫，即便你不顾你我之间的情分，你也该为我宁国公府留点脸面吧。几日前才为张儿，为这个孩子办了那样大一场满月宴，全京城几乎都知道我们宁国公府诞下嫡长子。可你如今带着孩子去越王府，你让京城里的人怎么看待我们国公府？你把我当什么？妹夫，这一切都是你心甘情愿，我也没有逼过你，不是吗？你如今却来怪我，我可承担不起。越王上门抢孩子和小妾的事儿，在京城都传遍了，老夫人都被气得卧床不起。倒是让他抬身份了，从国公府的妾室成了越王府的妾室了。他如今有子在手，在越王府里风光得很呢。越王妃也是个蠢人，不晓得去母留子。当年他娘就是挺着大肚子进的府，我一个心腹若是把他赶出门，只怕自己也落个刻薄的名声。不想10几年后，他女儿也用上这种下三滥的受状，还偏让他得逞了，真是可气。母亲，且让他风光一阵吧。且不说越王府如何了，我上回说的是，你同族家们商量过没有？当初本是不同意的，可如今满京城都知道江培心思不正，为了一个林玉坚，把新婚的妻子踩在脚下，还敢提什么平妻？哼！结果闹了半日，孩子还不是江家的，如今可不成了满京城的笑柄了。你想清楚就好。族亲那里，母亲已经都帮你打过招呼了，必定让你全身而退。多谢母亲，女儿想得很清楚。夫人，外头的债主又来催了，宫中如今是1文钱也拿不出来了，下个月连府里丫鬟仆役的月息银子都发不出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夫人，这可是您的嫁妆啊！只要能护住江家的体面，不让世子在外丢脸，这些身外之物，当了便当了吧。
夫人，金武堂的总教长本是不收弟子的，若非您在雪地里求了3个时辰，金武堂断不可能开这个先例。老夫当初也是感谢大少奶奶重视子嗣，一片慈母之心，才破例出山的。2位先生谬赞了，只要张儿能成才，我做什么都是应当的。张儿，累了吧？先把这碗燕窝喝了。我才不喝呢，你又不是我的长辈呀。江培，我们数10年的夫妻恩情，你也要眼睁睁的看着我死？回想上一世，我为了江家兢兢业业，里外操持，可他们父子2人毫无良心无眼。如今江培仅仅是落到现在这个地步，我总觉得还不够舒心呢。玉婉，我对不住你。对不住我，这话你倒是常说，可该做的事一样没有落下。玉婉，从前是我不对，是我被猪油蒙了心，以后从头开始，咱们俩好好过日子好吗？浪子回头，真是令人感动。若是林玉谦没有跟越王走，你这一生都不会觉得愧对于我。即便你们把我这个主府视若无物，把我林玉婉的脸面踩在脚下，还要我费尽心血，在内操持家业，在外撑足脸面，对不对？你这是在跟你的夫君计较吗？这不就是你们女人应该做的吗？谁家正头夫人不是这样在做？怎么人家做的你就做不得？你要是这样计较，那我告诉你，没了林玉妃，这世上还有的是女人。你愿意独守空房，那就守一辈子吧。现在知道留我了。玉婉啊，你是我们江家明媒正娶正室嫡妻，那个林玉谦不过是个庶女，可她如今怀了培儿的骨肉，若是不给她个名分，我们国公府脸面何在呀？老夫人，世间哪有正妻刚进门便要抬庶妹做平妻的道理？江家的名声要保，那林家和我的脸面就该被踩在脚底下吗？玉婉，你是国公府的长房媳妇，凡事要多往长远想想。你主动做主，她做个平妻，既全了江家的名声，也显得你这个主母最是识大体。老夫人，当初您曾一遍一遍地劝说我要识大体，如今玉婉自请和离，也算是如了老夫人您的愿了吧？可算是回家了。哥哥、嫂嫂，父亲和母亲呢？
父亲近来身体不好了，得知了林玉谦的那些荒唐事后，气得旧疾复发，如今正卧床不起。母亲在照顾他，如今府里有我打理，你莫要担心，回房好好歇息。玉婉，走，我们一起出去逛逛街吧。怎么，如今被休弃了，只带得起这样的次等货色了？吴掌柜，这种人以后还是别让他进来了吧，他一个弃妇，名声可不好啊。这个簪子我们要了。玉婉即便和离，也是作为江家的正妻和离，不像有些人不择手段，只为了当一个妾室。都不许动，全部退回去，违令者斩！姨娘，咱们就该听王爷的话，今日不该出门的，这肯定是出大事了。果然出门遇见这丧门星，就没什么好事。叽里咕噜说什么呢？下就是下作，连说句话都不磊落。去死吧，贱人！快让开，不要命了！你们安然无恙就好。母亲，到底出了什么事了？三皇子勾结越王、秦安侯等人，逼宫造反。如今逼宫的一众人等已经被穆家军押解，圣上安好，今夜平安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林玉谦如今是越王府的人，涉及谋反这种大事，可会牵连到林家。母亲莫急，我先派人去打听清楚。先回去吧。我要跟你们一起走，我也要回林家。啊！你们母女俩造的孽还不够多吗？给我有多远滚多远，看着就来气。好弟弟，你救救姐姐吧！我要是出事了，你们林家难道就能逃脱吗？你们不能丢下我也是林家的人啊！夫君，这事究竟会不会牵连到我们？若是圣上开恩，或许能侥幸一回；若是圣上盛怒，只怕……圣上仁慈，必定不会牵连林家。这林侧妃可真是个贪心呐！越王造反，他倒好，司库里藏了这么多金银财宝。听说是他从前夫江家手里搜刮来的，连江老夫人的私房钱都给卷干净了。这下好了，全充了公，到头来也是一场空。
老爷，夫人，宫里来人了，传圣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林氏女玉婉贞顺聪慧，识大体明大义，于逆贼越王谋反之前，洞察奸计，密报朝廷，救驾有功，特赐封为安平郡主，赏黄金1000两，锦缎100匹。钦此。谢主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臣女叩谢圣恩。恭喜安平郡主，贺喜林老夫人。郡主这回可是救了圣驾，大功一件，日后林家前途无量啊！郡主，老夫有一事不解，此等密谋造反的大事，连朝廷先前都未察觉，你一介深闺女子是如何得知的？是啊，婉儿，你当时笃定圣上定不会发怒林家，这究竟是为何？好歹多活了一辈子，我自然知道越王是要勾连三皇子谋反的。夫君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变天了！今夜三皇子和越王逼宫造反，幸好我们江家没有掺和进去。逼宫？那圣上他……圣上早有防备，穆家军早就设好了埋伏，逆贼今夜已被一网打尽。越王和三皇子这回是彻底完了。夫人，有一件关乎京城安危的大事，小女思量再三，想向您吐露。越王正联合三皇子暗中调兵，意图谋反。什么？谋反？玉婉，这可不能乱说，是要掉脑袋的。夫人，小女可拿性命担保，小女经多方打探，越王私下确实动向诡异。赵国公对圣上忠心耿耿，还请您告诉国公爷速速查证，早做防备啊！陛下，越王联合三皇子暗中调兵，意图谋反。国公爷，兄长，那林玉谦是个得意忘形的性子，他在向我耀武扬威时，无意间透了一点底，便被我顺藤摸瓜猜到了。这等诛九族的机密，越王会告诉他？好在越王也参与其中，否则这个计划倒真是密不透风了。也对，越王这样一个混不烂，会把这种机密的事透露给妾室，倒也不稀奇。如今我这个和离妇一跃了圣上亲封的安平郡主，一时间倒成了京城里的香饽饽。老夫人、少夫人，江培江公子来了。嘿，再来就打死你！江公子，和离书都下了，你天天蹲在这儿，恶心谁呢？赶紧滚！从前是我有眼无珠，错把珍珠当榆木，可是半路的夫妻总没有原配好，我心里总是想着玉婉的，让我见玉婉一面。
老夫人，那江培就是个滚刀肉，小的们用棍子赶也赶不走。吩咐下去，他再敢堵门，就往他身上泼冷水，看他能撑到几时。玉婉，你别看他现在装模作样的，你可千万别上了他的当。嫂嫂放心，他现在来求你，不过是江家的家底被掏空了，支撑不下去了。可你却成了圣上跟前的红人，亲封的郡主，他就想吃这口软饭罢了。你看看，这些是嫂嫂给你挑的俊才。比他好的儿郎，京城里多了去了。你要是不喜欢外面的，其实我娘家有个小堂弟也很不错的，何必回头吃他这臭草？嫂嫂说的极是，他既然这么喜欢在门口蹲着，那就让他蹲着罢了。郡主。当真往下泼？去吧，我就不信他还能不走。玉环，你是不是？林玉婉，你怎能这般折辱于我？我好歹与你夫……当初你偏心林玉谦，将我妹妹踩在脚下时，怎么不懂何为体面？再敢堵门，下次泼滚烫沸水！哎呦，这不是江家那个少爷吗？怎么混成这副模样了？活该！先前软饭硬吃，如今瞧着前妻成了郡主，又不要脸的贴上了，真是丢尽了国公的脸。朝廷这回办事倒是雷厉风行，三皇子和越王同党的事儿，赶在年前全给判了。这通敌谋反的事儿可不能拖到新年，乱刀斩乱麻，圣上这是要给百姓一个安稳年。不过听说越王妃只禁足半年，3个女儿的郡主封号也保住了。这越王妃如今也算是带着女儿们全身而退了。王爷，此乃诛九族的大罪呀！您万不可听信谗言，行此险招啊！为了咱们的女儿，您收手吧。妇道人家懂什么通天大业？再敢多言，本王先废了你！王爷疯了，他要拉着整个王府陪葬，可我的女儿们是无辜的。想法子将这颗蜡丸带进宫去，亲手交到皇后娘娘手里，就说越王谋逆，妇人无力回天，唯有以此密信向朝廷预警，求圣上保我女一命。越王谋逆，论罪当诛。然越王妃早查逆谋，数次劝阻，更有密信预警之功。圣上仁慈，特免越王妃连坐之罪，禁足府中半年，自省其身。其膝下3女，特许保全郡主封号。钦此。叩谢皇恩。在狼窝里蛰伏，只为一击即中。越王妃要的从来不是越王那点虚假的宠爱，而是他和女儿们的命。他是个聪明人。
婉儿别睡了，快起来！嫂嫂，这天都没亮呢，外面冷得紧，您这是做什么呀？今日押送逆囚游街，千载难逢的场面，咱们必须去瞧瞧。街上人多杂乱，拿着暖身子。千万山登上口。听说了吗？三皇子和越王通敌谋反，这回可是抄家灭族的大活该！通敌卖国，简直丧尽天良。这回朝廷一共是立功发落了上百人。婉妹妹，幸好有你，否则只怕我们节节牵连会被击中了。林家行得正，自然能避过此劫。哎，你瞧，是越王府的人。原来如此，他可真是好福气，这辈子才刚刚开始，还长得很。接下来的人生，他得在流放中好好的过，颠沛流离、缺衣少食的流放生涯，足够让他慢慢偿还前世欠我的所有债。婉妹妹，你瞧那儿。安顿些！逆囚通道禁止闲杂人等靠近，再敢肆意冲撞，便以滋事同党罪论处，一并拿问。一边是沦为流放逆犯的心上人，边是身居庄内受圣上封赏的我，这般天差地别的境遇，是你亲手选出来的结局。堂姐，你这臭小子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吓我一跳！是你，真的是你啊！逼宫那日，你从街角摔出来，我的马差一寸就踩着你了，你不记得了？还未谢过你当日及时勒马。自那日一别，我一直记挂你有没有受伤。听闻你揭发逆贼，受封郡主，我还总想寻机会登门道谢。方才我看见江世子在外纠缠，往后若是他再来骚扰你，只管派人传信，我随时前来护你。哟，瞧我这记性！我院里那只公狗估计快生了，我得赶紧回去接生。玉婉，你在这儿再看会儿热闹，一会儿就让青云送你回去。青云啊，姐姐可给你创造机会了，自己抓紧了。你用吧。一起吧。